看到红屋瓦就想到荷兰人。荷兰人于西元1620年在安平建造了台湾的第一座城堡。只剩这一个还是荷兰人建造的保留下来，其他的这些城墙都是日本人后来改建的。阿蒙头由红头毛的荷兰人传入来建筑材料，咱就改叫阿蒙头。现在的安平古堡这里城市，荷兰人统治的中区，更是呢对外贸易的总枢纽。原本的建筑格局呢，就分为了方形内层与长方形的外层。在西元1661年，郑成功驱离荷兰人后呢，就将此地改名为安平，故热兰遮城也称为王城，或者是台湾峡，俗称就是安平古堡咯，是台湾最早的一座城池。壳有没有？这是之前早期用那个贝壳的，所以这是荷兰时期的建造。这个叫一丁挂，这个叫一丁挂，这个，然后这个是二丁，就是它的 double， 对，二丁挂这一丁。等回来的时候的压舱石，对，因为他们载货出去回来的时候是空船嘛，所以他要载一些在那个船压船的，就压舱石。在清朝的时候，正式将台湾纳入了版图，政治的中心呢就移至了府城里面哦，进而呢逐渐的丧失了它的价值啊。后来曾破坏城墙壁、红砖，那挪为建造义载京城之用。到了日治时期，内城合适的建筑形式全部都被毁掉，四周呢以红砖砌成的方形阶台，台上呢建造了西式平房作为海关的宿舍，成为了今日的纪念馆的风貌啊。那二战之后呢，改名为安平古堡。目前纪念馆边呢残存着这个70多公尺长的外城墙、南墙残壁呢，依然屹立啊，所以可以看得到啊，老榕攀爬，红砖斑驳啊，是300余年来仅存的历史遗迹。小王大部分讲的都是国外的历史，今仔日咱就来讲台湾的历史。过去300年来的台湾，台湾历经了多方的外来殖民统治，今天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根基。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航路，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由于新航路的开通呢，各国纷纷投入海外殖民贸易的事业中，足开启了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而各国当中，又以葡萄牙、西班牙发展的最早。在新大陆发现不久后，葡萄牙人便越过了哪好望角，抵达了印度，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据点。为了谋求与明朝帝国及日本贸易，葡萄牙又取得了澳门。欧洲另外一个海权大国西班牙呢，亦不甘落于葡萄牙之后，那随之呢，他也占领了菲律宾的吕宋岛。那葡萄牙人呢，既然展开了东亚的贸易啊，那在航海当中呢，他们偶然遇见了哪里？位在东亚通路上的台湾。那美丽的岛屿使得他们不禁赞叹道：“哇 ，Formosa 嘛哦。”那自此呢，台湾与西方国家就有了接触。那荷兰是16世纪在欧洲新兴起的国家，那独立之后呢，更是积极的投入了海外事业的扩张，成为了葡萄牙、西班牙两国主要的竞争对手。那荷兰人呢，积极的想要与中国和日本贸易，因此呢，
集思在这个东亚寻找一个据点。它的据点呢，离中国当然是越近越好喽。所以荷兰首先相中了哪？澳门。但是呢，澳门呢早被这个葡萄牙人所占。那荷兰当时又打不过葡萄牙，只好退而求其次，占领哪里？澎湖。那大明帝国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啦。于是呢，一面要求荷兰人退兵，一面呢整顿战备，要攻打澎湖。那荷兰人自知不敌啊，又再而转而占领了哪里？台湾。就在1624年啊，也是天启4年，荷兰人在台湾的安平登陆，揭开了占领台湾的序幕。那荷兰人安顿下来后呢，随即呢，在大园就是安平啊，修筑城堡。那1627年定名为热兰遮城，就是今天的安平古堡的旧址啊。那在修筑城堡的时候，那荷兰人呢使用了当地人呢没有使用过的安温头混凝土啊，因此呢被称作为叫做什么红毛土。那个时候的大园啊是个沙县半岛啊，与现今的台南市街啊隔着广阔的西湖相望啊。那不久之后呢，荷兰人渡过这个西湖啊，向当地的平埔族啊换得了一块土地啦。那建筑了哪里啊？普罗文西城啊，这就是今嘛台南赤坎老的前身哦。所以荷兰人呢取得了台湾后呢，面对的是台湾岛上绝大多数的原住民。那荷兰人于是用了武力征服了台南附近比较强大的藩社，附近的藩社啊都害怕而归降。为了求得了统治上的这个方便，荷兰规定归顺的原住民每年必须集合一次，集会中由部落的长老向荷兰当局报告部落1年来的情况啊。荷兰官员也借此以达政令啊，这一家英国人，这一家也是英国人，然后这3家都是英国人的。那这里有一个东兴，等一下我们从东兴走进去。荷兰人亦利用了汉人从事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最初的荷兰人利用了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雅加达的侨领等等的来招募汉人来台，免费的提供了土地和农具，所谓的垦守制度就形成了当时的苏明港可说是台湾的第一个垦守。随着来台的汉人越来越多，台湾的耕地面积也大幅增加最多的时候呢，大约为12000甲。其中最主要的农产品呢是糖跟稻米，而糖更为了荷兰人创造了可观的收入。当时的荷兰人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啊是什么？摩尔亨啊 ，Morgan， 相当于现在的甲，也一直为台湾所沿用哦。1年就可以长手背那么粗。那你看这个一般就是黑色的如果有下雨天，它就会复活过来变成白色。只要有赶快死命的往下长。千根龙，澎湖那个是千根龙。这一个都不行的。这边就是长1年多而已，像现在已经大概1年半了。以前大概1年的时候，这只是横空长出来的1年半而已厉害有一个流氓说这一个都是我的，有一个人不答应，这个雀龙不答应。我们怎么后来被压住？再派一个小兵出来，我再压着你，生存竞争还在持续当中。这个是正龙，这个是雀龙，这个白的就是正龙。嘉义望来山爱琴大草原，位在阿里山山脚下的爱琴大草原这里有浪漫花墙、爱心花束、许愿书，然后呢还有什么？巨大的魔法书和充满干燥花的幸福咖啡馆，完全都是一个小型的婚纱基地重点是全部免费参观，随便游客拍到你的手都软了。嘉义有个
阿里山，民雄有个望来山，加出山翁来，而且还是全台湾种植凤梨密度最高的地方。因为环境以及气候绝佳，所以许多的新品种几乎都在民雄市种推出。Turn the tide, let the water go where it wants to go. You can run and hide, you can bury yourself beneath the stones. Somebody told me don't pretend, 'cause everyone could use a friend sometimes. Take some good advice. Don't let your fear decide. That's how you break inside. You don't need to worry. Somebody is waiting down the line to pick up the pieces. Hey, you'll be alright. I can feel the sun and how the wind makes way across the fields. Let me take a breath. Let me be a part of something real. Someone said it's better when you hold on to a helping hand. Sometimes we could all use a friend. Don't let your fear decide. That's how you break inside. You don't need to worry. Somebody's waiting down the line to pick up the pieces. Hey, you'll be alright. You'll be alright. Waiting down the line. 进入了鼎湖环湖步道，阿里山国家风景区梦中竹林鼎湖环湖步道。哇，鼎湖呢位于石桌旁，嘉义县竹崎乡啊，有个地名叫做石桌。石桌这两个字呢是从台语而来啊，但国字的写法却多达了3种了，桌子的桌，木字旁的桌，还有人写成卓越的卓，3种写法各有人支持，到底哪个对啊？因为3种写法的台语发音都一样。那这里是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近年来规划旅游的重要据点之一哦。
说在野外的时候，假使刚好没有水喝，他口很渴怎么办？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救命草，然后你就把这个这样子剥下来，然后好就这样子一小段。而且要不要尝一下？甘美生丁生丁可以吃的 ，OK。真的是酸甜哦，中研院，然后就会生津止渴。中研院那个研究秋海棠的人，我要小对啊呢。黄湖步道拥有梦中竹林步道、天然原始林栈道、生横化石等等适合1到2个小时的健行和漫步。由台18线66公里附近在迷湖步道前方的100公尺处转入顶湖。哇，眼前呢视野开阔经常也可以看得见当地的农人在茶园里耕作哇，这个梦中竹林在这里另有一条原始林木栈道，可以到达大洞山底部的部分，它的根茎呢之间比较密，然后一个适当高度在我们胸高之后，它就一样的一节一节，差不多了。好，比较没有高度，这边就梦中竹。卧虎藏龙。你是什么？梦中竹原产于大陆的江南地区栽培的地区广及了日本、台湾以及南投、嘉义2个县市最多，是海拔150到1600都有栽培。那梦中竹呢，说起它名字的由来呢，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哦。梦中三国时江夏人当时母子相依为命极为孝顺。有一天这个母亲呢病重了想要夹这个竹笋竹竿但这时候呢正是雪冬，没有地方有笋子，无可奈何呢，就在竹林里面呢抱竹痛哭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天地那冰雪都融化了那周围呢就长出了许多竹笋他就把笋煮羹精心的伺候母亲，母亲的病呢就慢慢的就好了呢。当时大家都认为呢是梦中的孝行感动了上天，所以竹笋才会长出来。小时候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是反骨总觉得闹可怜哇，那最近呢看了一些有关竹子的书那你才发现呢，梦中应该是哭对了竹林了。如果他不是去对着梦中竹哭只怕眼泪流干了也不会有竹笋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梦中竹呢，又叫做毛竹。那梦中竹呢是温带的植物，在20到25度 C 发育最好。它会在11到2月份呢，在地下形成笋，也就是俗称的冬笋那到了3到5月份呢，它会发这个春笋但是梦中竹的春笋口味比不上绿竹笋，反而是冬笋的味道是比较好的。而且梦中竹呢是可食用的竹笋中
唯一会在冬天长竹笋的。其他的像这个桂竹啊、麻竹啊、绿竹啊等等呢，都不会在冬季呢长竹笋。那所以呢，如果孟宗他跑到其他这种竹子的竹林去只怕呢个卡那烤也不会有竹笋哦。那不过呢，孟宗竹除了会在冬天出笋这件事使他出名以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让我们对他呢肃然起敬竹子的生长速度是所有多年生植物里面最快的年度生长量也是最多的。而在生长的速度当中呢，目前竹子类的冠军就是孟宗竹了。在日本曾有记录孟宗竹在1天之内呢，哇塞，长高了120公分起这个囡仔出世的时候看他45公分左右要长到120公分哇塞，要好几年哦。但是孟宗竹却可以在1天之内长120公分真的是惊人的生长速度嘞。空气品质很好的一个指标。孟宗竹成长的第1年时候竹节跟竹节之间会长出白色的毛。当竹子成长到第2年的时候只会长出黑色的毛。但是由于呢母猪栽培出来的孟宗竹第1年长出来的笋子呢都还是小小的，随着这个年纪的增加，才会慢慢渐渐的变大不过呢，若是第1年没长笋子，基本上呢，这个孟宗竹呢就算是死了。长出来的这个笋子呢，也有分成冬笋和春笋过年前长的是冬笋，过年后长的是春笋。冬笋呢，只有1/10的几率可以长大，但是呢，春笋长大的几率就比冬笋高了很多。孟宗竹平时只要把落叶扫掉，靠着这个大自然的雨水过活就可以了。等到要长笋子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开始怎样浇水你要浇水的时候呢，想这个热火些港从竹笋的头给它按下去，不然呢，只能帮助竹笋长大。阿里山观日有2个地方，一个是在柱山，另外一个观日的地点呢，则在玉山塔塔加。玉山的日出搭配新中横的景观公路，完全呈现出有别于柱山日出的另外一种风情。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柱山阿里山，那一年四季日出的地点呢，与时间都不同，令人悸动的阿里山美景呢，那绝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哇，与阿里山来一场感性的约会吧。
邹族的原乡阿里山，日出云海景万千，森林铁道穿山岭，神木参天活千年。阿里山和日月潭是台湾最著名的2大观光胜地。阿里山在玉山西方，隔着南子仙溪，是台湾的5大山脉之一。南边呢是高雄的田寮、燕巢的乌山，却无山头，叫阿里山。一般来说，阿里山是指以昭平为中心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距离嘉义75公里，海拔2000多公尺那阿里山是原住民语哦。那在澎湖台湾纪略的这本书写作阿里山呢，阿里山的原住民邹族以前叫草族那目前有达邦、特富野等多个部落那邹族的传说天神降临玉山顶那摇撼枫树那枫叶呢就落地呢变成了人，那是邹族的祖先。那又传说呢，天神来到特富野，播种人种，从泥土里长出来，成为了邹族的祖先。邹族呢，的邹是人的意思依照原住民的说法玉山布农族的布农，日月潭少族的伊达少，族名都是人的意思阿里山四季分明，可以春天看花，夏天避暑，秋天赏枫，冬天观云。那以日出、云海、晚霞、巨木、森林、铁道，它就合称了阿里山的5期。早上4点起来，走了差不多40分钟，还是坐回家20分钟呢，可以到柱山顶等等呢。看什么？气势磅礴、景象万千的日出与云海，就是阿里山游客的朝圣之旅咯。云海都出现在日出和傍晚的时候，非常的壮观，是台湾的8景之一。夕阳晚霞则灿烂满天。真多人来到阿里山看新年日出的第1道曙光。阿里山的森林小铁道呢，又分成了3个线，在蒸汽笛呢响彻在这整个森林的声音当中就用这个 S 型穿绕山林，是闻名中外的登山铁路。阿里山满山森林，那家喻户晓的阿里山神木呢，那是 UK 呢必看的奇景。第1代的神木呢，高达了52公尺，是树龄3000年的红块。1956年呢，秋天曾经遭雷击在1998年全倒之后呢，就放在了原地，以及呢供观赏，非常有名哦。巨木步道，高大，直轰参天。2006年票选为第2代神木的香林神木，也是红块，那高达了45公尺的树龄呢，也有2300年了。翻开整个台湾阿里山的伐木史，从日治时期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台湾正式禁止伐木开始，整整将近80年的时间前后总共有将近数十万株的阿里山红块和巨木呢，先后遭到了砍伐的命运
可以说是台湾林业史上的一段血泪史啊。在这80多年的期间，阿里山的森林至今呢能遗留下数以万计的老树头，还有日治当时伐木时呢所遗留下来的古老遗迹，其中就以今日的香林国中附近的树林塔与千岁块最具传奇的色彩。那很多人说树林现身作怪的阿里山树林塔，就位于今日香林国中后方的树林塔，它也是阿里山著名的观光景点，具有许多的传奇色彩。说起了树林塔，最早呢兴建于1935年的日治时代，当时日本人大量的砍伐了阿里山区的千年神木，有不少的伐木工人因此呢罹患了怪病而死亡。当时甚至呢传出了白米煮出来的饭竟然会成为红饭，所以日本人呢就认为是当地的树林作祟啊，因此新建了树林塔以祭祀阿里山的树林。那树林塔在新建完成之后呢，日本人还特别请这个道士啊上山做法，这对于当时讲求无神论的日本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哦。而且呢说也奇怪，在这个树林塔呢新建完成后呢，伐木工人遇到的销声呢就销声匿迹了。因此阿里山当地的人呢非常相信新建树林塔的功效。由于当年砍伐的阿里山神木呢大都具有2-3千年的历史，因此树林塔的底层就建有6层的环状物，主要是代表了树的年轮，每层环状物呢也就代表了500年啊。这就是阿里山树林塔的故事。